作为长三角龙头，南京楼市的崩盘简直惊心动魄。最新数据曝光，南京成为全中国省会城市房价跌幅终极黑马，8.7%的骇人跌幅将它直接加冕跌幅之王。这仅仅是房价泰山压顶的冰山一角，南京楼市下行的实际残酷程度让人不寒而栗。中国统计局最新公布的70个大中城市房价数据中，南京以8.7%的跌幅荣获省会城市跌幅第一的无耻桂冠。这一数字或许只是房价下跌的冰山一角，远不能反映南京楼市下行的真实程度。南京陆河一名购房者无奈回忆，2021年在购房热潮中冲动入手一套浦口新房，如今已亏损80万。而购买二手房的人情况更加糟糕，部分板块二手房价格从高点下跌40%是常态，有不少购房者亏损150万元，等于全部首付打了水漂。几个月亏损100万的悲惨遭遇已不再是个例。社交媒体上流传着一段视频，一名业主在售楼处因数月房价跌幅过100万而痛哭倒地，口音似乎来自安徽皖北，正是南京吸纳人口的传统腹地。曾几何时，买房就是为了赚钱，而今房贷背上沉重包袱，中产家庭血本无归。南京楼市的癫狂下行，令人不得不追问，到底是怎样一个荒诞剧本导致了这惨况？原来，南京一直被当地炒家吹嘘为下一个杭州暴涨模式，期望房价能再次疯涨。可惜的是，原本就偏高的房价反而成了它的绊脚石。一旦行情逆转，这些高价盘注定会首当其冲遭重创。同时，南京庞大的供应量也是个定时炸弹。尽管政府放缓了土地供应，但新城开发量巨大，像江宁、丽水这些区域，洋房源源不断地涌入市场。更让人揪心的是，南京的需求容易被周边城市蚕食，管理层在控制供应和维系需求两方面都失策了。更糟的是，南京本土民营经济发展乏力，难以孕育新富阶层。作为省会城市，本应孕育出阿里、腾讯这样的顶级企业，却只见近年来苏宁等龙头公司陷入困境，造就新贵的能力大减。缺乏新富持续补给，南京楼市怎能期待突破性表现？最关键的是，南京在江苏版图上面临着周边城市的残酷竞争。去年合肥新增人口就超过了南京和杭州的总和，太仓、张家港等苏州卫星城市也在加速抢夺南京的人口和资金。面对这些不利因素，南京楼市陷入颓势实在是迹可循著。事实上，今年头2个月，南京新房和二手房价格双双下跌，量价齐跌的景象触目惊心。二手房同比大跌8.7%，新房跌幅已超过二手房，高达骇人的4.8%。随着各地放松或取消限购政策，楼市最后的遮羞布被彻底撕去，房地产的赤裸裸真容将暴露无遗。一线城市已经吃过哑巴亏，本周杭州也迫于压力解除了二手房限购。2月份全国房地产数据扑朔迷离，开发、销售、库存等关键指标纷纷逆周期滑坡，房地产在惊涛骇浪中越陷越深。更令人揪心的是，统计局罕见隐瞒全国二手房数据，疑似交易量回升只是被低价买单换来的权宜之计。最新数据无情击碎了2024年房地产翻身的幻梦。随着各地纷纷松绑或取消限购政策，楼市的最后一块遮羞布被彻底揭开。一线城市已率先垂范，本周杭州也解除了二手房限购。楼市的命运注定要赤裸裸地展现在各方面前。事实上，统计局公布的2月份楼市数据就让人扑朔迷离，开发面积降9%，新房销售面积降20.5%，销售额降29%，库存增长15.9%。只有房地产这个领域在逆经济周期运行，如同一叶扁舟在惊涛骇浪中漂泊。
更为揪心的是，统计局没有透露全国二手房数据。外界普遍猜测，全国70个大中城市二手房价格同比全面下跌，交易量才出现稳步回升，这是通过降价换取的小幅销量支撑。面对颓势而后的大盘，南京做足了全年大戏的准备。除了去年的3驾马车，住房、基建、制造业投资已熄火，今年更是连续推出3大救市政策：城市更新、设备更新和以旧换新，被称为拉动经济的3板斧。可惜，这些政策对楼市的拖累效应仍有待时日检验。更要命的是，他们只是权宜之计，注定无法从根本上扭转房地产去库存化的大趋势。从最新公布的2月份中国70个大中城市住房数据来看，房地产行业正归于颓势。开发投资同比下降 5.7%， 房地产开发景气指数为 96.64， 连续11个月位于景气临界线以下。新房价格同比下降 3.2%， 二手房价格同比下跌 5.7%，70城市二手房价格同比全部下跌。南京更是楼市寒冬的重灾区。2月新房价格环比下跌 1.1%， 同比下跌 4.8%， 二手房价格环比下跌 0.8%， 同比下跌 8.7%， 跌幅全国省会城市最大。加上去年全年的疲软表现，南京楼市1年多时间已经大跌近 20%。 同样凄惨的还有一线城市北京。2月北京新房价格同比下跌 4.4%， 二手房价格同比大跌 12.7%， 创有记录以来最大跌幅。而且北京二手房挂牌价格自2022年5月开始环比连续10个月下跌，持续时间已破历史最长纪录。在2、3线城市，楼市也是一片愁云惨雾。成都作为内陆重镇，2月新房价格同比下跌 6.5%， 二手房价格同比下跌 8.5%， 武汉新房价格同比下跌 2.6%， 二手房价格同比下跌 7.5%。 更有不少小城市的楼市已现颓势加剧的迹象。山西太原2月新房价格同比大跌 13.9%， 重庆万州区新房价格同比直接砍去 16.9%， 江西赣州二手房价格同比暴跌 19%。 在如此低迷的大环境下，开发商的日子自然也难熬。2月份，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同比下降 16.5%， 其中国内贷款同比下降 38.5%，用于支付土地价款的资金同比下降 45.5%， 开发商的生存压力进一步加大。与此同时，房地产行业的债务危机也在持续发酵。1至2月份，房地产贷款违约金额达1274亿元，再创新高。整个2022年全年的房地产贷款违约金额为7658亿元，相较2021年增长 94%， 增速惊人。而监管层对于2023年的房地产信托贷款违约率预期就高达 30%。 可怕的是，房地产泡沫的破裂还可能蔓延至整个金融体系。2016年至今，银行房地产相关贷款余额增加8万亿，占银行贷款总额的 30% 以上。2022年，银行不良贷款中有 40% 来自房地产相关领域。一旦房地产企业债务风险向金融机构传导，整个银行系统都有可能陷入流动性危机。另一个不祥之兆是房地产税收锐减。2月份，房地产开发经营当月税金同比骤降 57.7%， 连累土地出让收入、房产税、契税等税种也同比大幅下滑。地方财政彻底陷入困顿，只会进一步加剧恶性循环。现在看来，2024年楼市走牛的愿望或许已经彻底破灭。历经去年救市政策密集出台，今年各种刺激措施再度3板斧齐发，然而楼市阴霾仍在持续蔓延。